此时的港口铁路货运站内，大部分员工已经下班，除了装卸货场内还有工人工作，其他地方基本看不到人影。夜色中，叶晨与李亚林一起，在那位负责人的带领下，来到了卸货站不远处的一段铁轨之上。稍后等杜克矿业过来的列车解挂之后，火车头便会在这附近停靠过夜。叶晨便打算等司机将车停靠在此之后，再将司机控制，继而上车查看行车记录。很快，远处便传来火车的汽笛声。几分钟后，一列满载磷酸盐的货运列车缓缓驶入车站。负责人随身携带的手台里传来调度的指令，随后轨道自动完成变轨，将列车引向目标站台。铁路工作人员以及几十名负责装卸的员工已经在此等候。列车刚刚停稳，铁路工作人员负责将火车头脱钩，装卸工人已经开始将车厢内的磷酸盐向外运输。紧接着，火车头便在调度的引导下，将火车头行驶到指定的停车地点。叶晨早已用灵气查探过，火车头上仅有一名司机，而且此人没有修为，也不是武者，想来应该不是破清会的人。待火车停稳熄火，那名司机便推开车门，扶着高高的登车梯，倒退着从上面小心地退了下来。眼看已经踩到最后一个台阶，只要往旁边一跳就能下车。这时，他忽然感觉有人在身后拍了拍自己的裤腿，他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便见一名亚洲男子正看着自己。他心中气愤，以为对方是搞什么恶作剧，正要说话，忽然感觉脑子里一片空白，随后便见那亚洲男子冲自己比划了一个往上爬的手势，属于整个人便不受控制地爬了上去。李亚林在后面用法语喊了一嗓子，对方便立刻重新打开车门，进了火车的驾驶室。叶晨和李亚林紧跟着也进了驾驶室内部。随后，李亚林便用法语命令他把今天的行车记录打开。那人立刻重新给火车头通电，在侧面一个四四方方的液晶屏幕上点了点，便将今天所有的行车记录视频打开。李亚林询问了片刻，便对叶晨说道：“叶先生，他今天一共跑了4趟，最后一趟去了杜克矿业。他们摩洛哥国铁给杜克矿业配了一批货车车厢，一般都是杜克矿业装好货之后，他们牵引空车过去，再把满载的车运走，这样司机就不用等待装货。他是3个小时前到的杜克矿业，挂好车，确认了车厢数量和封条就离开了。”说着，他让对方从屏幕上打开了一段视频，对方在拖动进度条后，便闪开身来，恭敬地向李亚林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画面中正是列车即将驶入杜克矿业装货场的画面。远远看去，杜克矿业坐落在一片广袤的黄白色平原中，列车途径之处，两边都是杜克矿业的磷酸盐开采区域，大量工程机械正在采区里高速运转。有些奇怪的是，画面里面极大的磷酸盐开采区上，正有不少工人在搭建焊接至少20-30米高的铁塔。铁塔的整体结构类似高压线塔，只不过在中间偏上的位置还焊接了一个可以供人站立的平台。从视频画面上，工人大小可以推断，这上面至少可以承载7-8个人同时站立。类似这样的铁塔，整个采区范围内至少已经建成了10几座，还有几座正在建设中。李亚林将画面暂停，指着这些铁塔对叶晨说道：“叶先生，这些铁塔应该是用作警戒的，看来他们现在确实正在加强安防。”叶晨点头道：“他们那里的地势很平缓，而且全是磷酸盐矿区，外围没有任何高层建筑，这种铁塔的高度就足够观测很远了。如果再搭配专业的安防设备，想突入进去还真是不容易。更何况从视频上看，开采区距离杜克矿业的核心位置还有一段距离。”对，李亚林道：“我在天际线的资料上查过，根据比例尺推断，他们这些年来开采范围向四周推进了最少6公里。因为开采区越来越远，他们现在还建了几条传送带，将开采的原矿运输到精炼厂。如果真是从外围渗透进去，这么长的距离恐怕会非常难。”叶晨微微点头，让李亚林继续播放。视频中的火车距离精炼厂越来越近，
整个精炼厂看起来就像是一座监狱，被高高的水泥墙整个围住。围墙上方外挂了铁蒺藜和高压线，铁轨虽然直接通向精炼厂内部，但铁轨的入口也有一道厚厚的铁栅栏门。从视频中可以看得出来，这道铁门有多人在门外严阵以待。列车缓慢行驶到跟前的时候，几人也并没有将铁门打开，而是有人登上列车头，与司机交谈几句，随后才让下面的人将门打开，与司机一同乘车进入厂区内部。整个厂区内部就像是一个硕大的 T 字形，上面是厂区的生产区，下面便是3条火车轨道以及2个用来装货用的半封闭站台。3条轨道中，主线从2边站台中间穿过，而2侧站台的另一边便是2条道发线。画面中，左侧道发线上已经停好了一列货车车厢，视频中的车辆则经过道岔，在右侧道发线停车。此时的右侧站台有多名工作人员，他们还在源源不断将出产的磷酸盐运至站台，这些货物都在等着火车运过去的空车厢。车一到，他们便要开始先给空车进行装车。不过叶晨和李亚林都看出他们这么做的目的，这些装卸工一个个身强体壮，看起来都是练家子。他们在列车进站时在站台忙碌，想来真正的目的是时刻盯紧进站的列车，以免有敌人来犯。视频中的列车停稳之后，便脱钩开始换向，紧接着又从另一侧道发现牵引已经装满货物的列车离开。整个过程并没有耽误太长时间，而杜克矿业的2侧站台上都始终保持有近100名各式各样的工作人员。之后车头便经由主线完成换向，在等待了约莫10分钟后便驶离了厂区。看完视频，叶晨不由感叹，这个杜克矿业现在已经固若金汤了，尤其是核心厂区建设的如监狱一般，外面还有那么空旷的缓冲区域，想悄无声息地进去难度很大，唯一的机会可能就是火车了。李亚林点点头，问了司机几句话之后，对叶晨说道，司机说，杜克矿业之所以搞得像监狱一样戒备森严，主要是前些年他们那里出过很多恶性案件，曾经有人潜入厂区，杀了他们的2名财务人员，抢走几百万美金，还有人潜入厂区偷走了价值100万美金的精密设备。磷酸盐也经常会被人盗窃，这些案子后来都成了无头悬案。杜克矿业对当地警方的办案水平非常不满，于是就自己做了加固。叶晨笑道，这一听就是自编自导的苦肉计，盲目加固会让人起疑，但提前人为炮制几件性质恶劣的案子，就能顺势而为，让加固防御合理合法化。对，李亚林点头道，我也觉得这都是他们自讨自演。说着他又道，叶先生，这里本来就已经固若金汤了，现在他们又把防御扩到外围，马上还要上高科技设备，一旦这些东西都到位，怕是真就插翅难入了。叶晨摸了摸下巴，沉思道，时间紧迫，必须要在他们新设备投入使用前摸进去。说罢，他指着站台上那些杜克矿业的工作人员，开口道，李探长，我需要一套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工作服，有没有办法搞得到？另外，要想办法拖延他们这批货明天的发货时间，最好是等晚上再开车，到时候我跟着送货的火车一起进去。李亚林听到叶晨想要跟他们一样的工作服，便连忙问道，叶先生是打算藏在货车厢里混进去？对，叶晨道，我到时跟着满载的火车进去，就算他们有热成像或者生命探测仪，也不可能穿透金属的车厢以及里面满载的货物。这样的话，只要门不开，人不进来，就不会发现我的存在。就算发现也无所谓，他们一共有几十人在站台，明天的车有20节车厢，到时候每个车厢也就只有3-4个人进来卸货。到时候我可以找准时机控制他们，然后再混入其中，成为他们的一员。到时大家都穿着一样的衣服，忙着各自手头的事情，再加上还是晚上，站台上多了我一个，应该不会被察觉。李亚林感觉叶晨说的方法虽然很可行，但危险系数也不算低，于是便赶紧问他，叶先生，如果你在里面被发现，
会不会有危险？叶晨道，只要他们没有禁防炮这样的东西，就没人能拦得住我。我藏在火车上进去不是怕他们，只是不想被他们提前发现。如果进去之后被他们发现，我随时能够立刻止损，杀一条血路出来。李亚林听闻这话便放下心来，说道，既然叶先生有把握，那我就全力配合。说罢，他仔细辨认了一下视频中那些工人的服装，开口道，这些应该就是普通的防静电劳保服装，市场上应该就能买得到，不过他们的服装应该是定制的，衣服的前后都有杜克矿业的 logo， 这个可能不太好解决。不要紧，叶晨道，给我找到一样的衣服和鞋就行，我到时候会第一时间找个人换一套。